朋友們，因為老 K 陪着兒子已經到了荷蘭，所以整個足球時區到了歐洲時區。於是這一次世界杯預選賽的歐洲杯附加賽，老 K 正好在酒吧裡面跟兒子還有兒子的隊友及家長們在酒吧裡看了球，深刻體驗了一下真正荷蘭當地的足球文化，是真的爽啊！特別是當地時間晚上8點半黃金時段同時開啟的這幾場比賽，當地的電視台是幾場比賽一起直播，哪一邊有精彩的進攻或者進球，電視畫面立刻就切換過去。這種像打仗一樣的視角確實爽，就像是同時幾個戰場你都得去關心。那麼比賽的結果大家都已經知道了，老 K 先前猜的英伦四島的幾個隊結果全部失敗，確凿無疑的做了一次反向指標。先說意大利2-0對北愛爾蘭這場比賽，第56分鐘，北愛爾蘭的後衛解圍不遠，托納利在禁區中路凌空斬破門，這個凌空球抽的真是酣暢淋漓，部位吃的極準。咱們踢球的人，特別是老 K 兒子最近正在比賽，看了這個鏡頭啊，我估計他會記很久。一個球員最爽的就是這種邊式的凌空抽射，那一剎那間的感覺美妙的無可言喻，而同時也充分體現了托納利无愧為當今意大利队头號球星，技術和基本功是真的扎實。第80分鐘，小基恩晃開了對方的後衛，推射遠角得手，這個動作的 first touch 停球和銜接極為流暢，感覺也真的是只有黑人球員呀做起來才得心應手。所以咱們華人球迷心心念念的意大利队終於闖過了第一關。今天這支意大利队也確實配得上世界杯。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場邊的主教練加圖索，身體已經明顯的發福，這要走在大街上迎面撞見就是一個普普通通油膩大叔。但是對國家队來說，很多時候戰術安排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每一次集训時間都太短暫，也不可能每次臨時抱佛腳還能打出多麼精巧娴熟的配合。所以国家队的主帥就需要像加图索這种帶點江湖氣的大哥氣質，三军用命，队伍裡的士气高漲，這就是第一原則。而另一方面就要看球員的個人基本素質。今天這场比賽大家能看得出，即使你是意甲球迷，我們也要支持意大利球員尽量能去英超都去看看。今天场上托纳利包括卡拉费奥里的表现明顯是游刃有餘，比國內的意大利球員要高出一個檔次。這說明平時意甲的節奏太慢，球員如果習慣了，那麼對高強度高對抗的比賽就會不適應。而且能夠看得出意甲現在缺乏邊鋒，也就是土耳其的伊爾迪茲還算可以，本來 AC 米蘭還有個萊奧，可是萊奧呢太懶惰，所以在意甲踢球的後衛許多都沒有面對過真正強力的世界級邊鋒，所以意大利隊的這幾年都是讓對方的好邊鋒給爆慘了。還有連續的沒有進世界杯，但意大利球員的那種愛國精神仍然在。賽前能夠看到連歸化球員雷特吉都拼了命的唱國歌，這種鏡頭的出現大家就感覺今天意大利有戲。而今天在場上三個年輕的小孩皮奧、皮西利、帕萊斯特拉都踢得相當可以，反而雷特吉、波利塔諾、托雷拉一般般。皮西利和帕萊斯特拉上場的10分鐘比巴雷拉和波利塔諾的90分鐘都有用。總之今天這一場比賽讓多年的意大利球迷是爽了一把。但下一場對波黑不好踢，形勢依然嚴峻。不過好在打的是波黑而不是威爾士，威爾士感覺還強一些。所以咱們拿托納利作為一個標尺，意大利隊現在這些人確實比不了過去。哪怕是看土耳其的比賽，土耳其的主帥蒙特拉都能讓我們想起來90年代的許多回憶。而另一方面，意大利出了那麼多名帥大牌教練，在最重要的時候卻沒人敢擔責，處於低谷中的意大利隊卻沒人敢帶，只有加圖索。加图索上任以來7場比賽6勝1負，唯一輸了挪威隊1場。不過那場球也不重要，所有該贏的比賽加圖索都贏下來了。光就這一點，老 K 必須支持意大利張飛加圖索。真的有時候想一想，像安切洛蒂等等一众名帥，竟然沒有人在這個低谷期趕來帶意大利隊，還是許多人都把個人的名譽利益看得太重。而加圖索踢球的時候，老 K 就尤其喜歡這種勁兒。我無數次找到加圖索、羅伊基恩的比賽集錦給兒子看，就是希望他能夠學得一種精神，狹路相逢勇者勝，很多時候亮劍就完了。好，下一場面對意大利的是澤科領銜的波黑隊，40歲的高中鋒澤科，這也是老熟人了。當年在沃爾夫斯堡名滿天下，隨後以3700萬歐元的身價來到了曼城，幫助曼城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後來就去了羅馬，又到了國際米蘭，再然後去土耳其的費內巴切，還輔佐過穆里尼奧。這2年在意甲的佛羅倫薩和德甲球隊沙爾克04。不過沙爾克04已經降級，現在是在德國的乙級聯賽。
2個月前剛剛東窗轉會過去，在沙爾克04仍然十分的高效率，6場首發進了6個球，3個助攻，這可是40歲的澤科啊！朋友們，這2天在歐洲荷蘭閒逛，在鹿特丹這個地方，感覺城市非常的安寧、平和、乾淨。城市裡充斥着長跑、健身和騎自行車的人，也到處都能看見足球場和青訓足球俱樂部。每一塊小土地，隨處都能看見精緻的設計和用心，體現出高度的文明和現代化，完全是人與自然的完美搭配和和諧。連我傻乎乎的兒子陪着我在城市裡走了1-2個小時，他也能充分的感受和體會到這種高度的文明。唯一的問題就是荷蘭生活呀，還得學會荷蘭語，所以我們也極少看到東亞面孔，但黑人還是蠻多的。以上是我的見聞，感謝大家的訂閱，感謝您的支持、點讚、評論和分享。咱們繼續。好，咱們就先說說威爾士对波黑这場比賽。威爾士的主教練场邊坐着的是咱們老熟人貝拉米，這位大哥过去在英超赫赫有名，諾維奇、考文垂、紐卡、凱爾特人、布萊克本、利物浦、西漢姆聯、曼城、卡迪夫城，貝拉米都待過，脾氣是極為的火爆。其實今天威爾士隊在他的帶領下踢得相當好。比賽第51分鐘，丹尼爾·詹姆斯利用一次反擊，在禁區外的大力抽射，球应聲入網。這個球波黑的門將竟然沒怎麼做出反應，當時都把老 K 看愣了。很久沒有看過如此業餘的門將。不過在第86分鐘，距離失敗僅1步之遙的波黑隊開出角球，澤科高高躍起，頭球破門扳平比分。當時比賽裡鏡頭一閃，老 K 一看，哎，這不是老熟人澤科嗎？好，我看了一下統計啊，自2007年代表波黑隊完成首秀以來，澤科代表波黑隊出場了146次，打進72個球，送出29次助攻，已經連續20年為波黑隊破門了，實在是厲害。一下就讓我想起快20年前08到09賽季，澤科橫空出世，帶着沃爾夫斯堡在德甲奪冠的那個賽季。身高1.93米的澤科真是注视中鋒的典型代表，效率非常高。這個進球也讓主場作戰的威爾士球迷瞬間如墜冰桶。而今天的比賽，波黑隊、捷克队、波蘭隊都是由自己的隊長攻入了本隊的扳平球，這就體現出老 K 說的那句話：國家隊的比賽戰術沒有多精妙，核心看的就是大牌球員巨星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的那股子勁兒。這場打平之後，隨後進行點球大戰，波黑隊4-2淘汰了威爾士。而當天晚上，波黑足協的官方消息立刻发布，波黑對陣意大利的世界杯附加賽決賽門票已經全部賣完。當然在黑市上還能找到一些球票，可價格已經高得離譜，黑市球票價格甚至高達數千歐元。好的，3月31日，波黑對意大利，世界排名第66對世界排名第12位，所以对每一個曾經的意大利球迷來說，這場比賽不可錯過。勝則天堂，敗則地獄。所以什麼是足球？這種自古華山一條路，將整個國家的情緒、歡笑或淚水寄於90分鐘的一場比賽，所以真的是將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希望寄於一身，奔赴沙場，要與西風戰一場，變身穿就黃金甲。OK， 另一場在土耳其主場的比賽，土耳其1-0戰勝羅馬尼亞，皇馬的居萊爾45度斜傳送出助攻，英超布萊頓隊的卡迪奧盧卸下皮球首開紀錄。這個球的停球、技術銜接、動作處理都妙到顛好。土耳其依靠自己的魔鬼主場，整場比賽也是氣勢極旺。對面的羅馬尼亞隊真是一點幹勁兒都沒有。而相比之下，土耳其隊卻星光熠熠。來自尤文圖斯的伊爾迪茲、國際米蘭的恰爾漢奧盧，還有居萊爾幾位球星發揮都極為顯眼。土耳其在足球的版圖上一直都有自己的位置，但過去已經24年沒有晉級過世界杯決賽圈。上一次還是02年跟中國隊一起去的日韓世界杯，分在了同一小組。當時小組賽前，樂觀的老 K 還以為中國隊有機會和巴西隊攜手小組出線，可沒想到是土耳其3-0戰勝中國，然後1-1打平哥斯達黎加，1-2輸給巴西。小組出線以後，1/8決賽1-0戰勝日本，1/4決賽1-0戰勝塞內加爾。當時還是加時賽，伊爾汗的金球制勝。半決賽土耳其再戰巴西，他們是被羅納爾多進了一個0-1。季軍戰3-2戰勝韓國。土耳其02年是拿到了季軍世界杯的第3名，可這一晃已經24年過去了，真是不勝唏噓呀。好，斯洛伐克今天主場對科索沃。
斯洛伐克本來開場打得挺順，可科索沃是越戰越勇，最後總比分4-3淘汰了對手，這也是今年世界杯最大的一匹黑馬。科索沃今天能夠反敗為勝，也顯示出前南斯拉夫國家的足球有一股極強的韌性。下一輪他們將對陣土耳其，這場球估計會血拼。好，下一輪土耳其客場坐鎮科索沃，科索沃世界排名第78，土耳其世界排名第23。那麼在意大利主帥小飞机蒙特拉的帶領下，土耳其进軍世界杯決賽圈的希望是大大的。好，捷克2-2戰平愛爾蘭這場比賽，愛爾蘭隊一開場就占盡先機，看起來本是一場大勝。上半場17分鐘，科林斯造了點球，帕羅特主罚命中。第23分鐘，愛爾蘭的角球開出，捷克球員曹法爾的头球解圍，皮球卻擊中了橫梁，又打在了門將科瓦日的身上入網。愛爾蘭已經2-0領先，但4分鐘後，捷克立刻做出反應，克勞伊奇造了點球，希克主罚點球命中。下半場比賽到了臨近結束的第86分鐘，捷克隊開出角球，克雷伊奇头球破門扳平。這一場捷克的隊長克勞伊奇打滿了120分鐘，在0-2落後的情況下，先是自己制造了一粒點球，然後又在第86分鐘頭球絕平。最後的點球大戰，他還穩穩罰入了點球。那麼點球大戰中，先是捷克罰丟了一個，可最後2輪愛爾蘭全部罰丟，加上前面的2-2，最後總比分捷克是6-5晉級。而立下頭功的就是效力於英超狼隊的克勞伊奇。要知道，在自己國家队處於0-2絕境的時刻，在家鄉父老面前力挽狂瀾，克勞伊奇還只是一名後衛而已。而今天愛爾蘭的門將凱萊赫就比較可惜，這位前利物浦門将現在在布倫特福德效力，點球大戰他已經撲出來一個，可隊友浪費了他的發揮，一個個點球踢得有氣無力，都想找角度。老 K 已經說過無數次，踢點球必須踢出最大的力道，就像過去的巴蒂斯图塔、阿蘭希勒，還有时候 C 羅的點球，要有一種將門将的腦袋都要打爆的氣勢。可这愛爾蘭沒有人賽前聽老 K 足球新聞，那又怪得了誰呢？好，捷克下一輪將坐鎮主場對陣丹麥，丹麥今天是4-0輕鬆拿下了北馬其頓，他們的老隊長埃里克森還替補出場了17分鐘，再加上內爾高、伊薩克森、霍伊倫、達姆斯高、赫伊比爾等等，丹麥隊還有受傷的多爾古，所以下一輪老 K 看好丹麥。北歐球隊在歐洲杯、世界杯這樣的大賽往往能創出佳績。OK， 另一邊烏克蘭主場1-3不敵瑞典，這場球由於烏克蘭的戰亂，所以比賽是在西班牙的瓦倫西亞城市球場展開。瑞典隊的阿森納巨星澤凱賴什上演帽子戲法，3-1脆勝烏克蘭，這也讓烏克蘭隊創造了尷尬的記錄，他們6次參加世界杯預選賽的附加賽都沒有能夠晉級。上一次還是在舍甫琴科時期06年的德國世界杯，那也是烏克蘭隊史上唯一一次世界杯的正赛。06年世界杯，烏克蘭隊虽然小組賽0-4輸給了西班牙，但4-0戰勝沙特，1-0戰勝突尼斯，1/8決賽又點球淘汰了瑞士，但1/4決賽0-3輸給了後來奪冠的意大利。當時隊內的名將除了舍甫琴科，還有雷布洛夫、沃洛寧等等。現在20年過去，雷布洛夫已經51歲，已經做了烏克蘭隊的主教練，而對面瑞典隊的主教練呢，則是切爾西球迷心有餘悸的波特。好，瑞典隊人才濟濟，他們下一輪將坐鎮主場對陣波蘭。波蘭今天對阿爾巴尼亞也是有驚無險，先是阿爾巴尼亞在42分鐘一腳後場長傳，波蘭隊後衛停球失誤，霍查把握住了單刀機會破門，1-0。第63分鐘，波蘭隊利用角球機會，萊萬在後點高高躍起頭球破門。第73分鐘，則是澤連斯基在中場中路一腳驚天遠射，皮球直鑽死角。這個球看的老 K 跟兒子也是嘖嘖稱奇，太帥了。今天關鍵時刻還是靠萊萬和澤林斯基在逆境的時候站了出來，完全靠個人能力贏下比賽。這兩位上將軍，一個已經37歲，一位已經31歲。但澤林斯基本賽季在國際米蘭打的是相當好，真有些越老越妖的意思，就不知道兩位老將還能不能過瑞典這一關，在世界杯再來最後一舞。好，今天還有一場引人關注的友誼賽，巴西隊1-2輸給了法國。最讓人擔心的是，比賽中巴薩的球員拉菲尼亞突然被迫被換下。在賽後，巴塞羅那和國家隊的醫療部門初步溝通後表示，拉菲尼亞可能存在傷病，現在將為他進行更多檢查來明確傷情。目前阿斯队的跟队記者已經說，拉菲尼亞是右腿的腿筋拉傷，要接受檢查確認是否撕裂。這對巴塞羅那來說真是一記重錘啊！
我們只能期待千萬不要出現最壞的情況。好，今天比賽中可以看到巴西隊的配合，整個戰術還是有問題，整場球缺乏想象力，維尼修斯也沒有拿出表現。法國隊在第55分鐘，帕梅卡諾還被紅牌罰下。不過少打一人的法國隊馬上是團結一致，奮力拼搏，最終是保住了2-1的勝利。這場比賽可以看到兩個隊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姆巴佩可以抓住第37分鐘和第43分鐘2次機會，對法國隊來說贏球本應更簡單。而賽後巴西主帥安切洛蒂認為，巴西現在主要的問題出現在後場出球環節，處理的不理想。此外，在防守端的警覺性也有所欠缺，沒能很好的限制住法國隊的反擊，最終被對方抓住機會。上半場我覺得安切洛蒂的思路是对的，把球权送出去，伺機反擊。而下半场當巴西隊壓上去以後，依靠球員的個人能力也是可以給法國造成威脅的。但確實陣地戰的組織從後場開始，巴西就是一團亂麻，最後多打一個人長達50分鐘，結果卻是1-2巴西輸球。現在對部分巴西球迷來說都在呼籲要召回內馬爾，可在老 K 看來，內馬爾現在的身體回來之後可能會讓巴西隊的實力更加下降。反觀法國，奧里塞真的太強了，今天的表現真的給所有对奧里塞有疑問的球迷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再加上姆巴佩、埃基蒂克、鄧貝萊，這4位大哥在鋒線上真的是太豪華，而後腰位置派出楚阿梅尼加拉比奧完全沒有問題。現在可能就中後衛於帕梅卡諾、科納特、特奧和古斯托，相比於過去他們的前輩，這4位在法國的防線上還不夠穩。總之，法國隊已經找到了自己本屆世界杯的主基調，那就是姆巴佩、埃基蒂克、奧里塞和鄧貝萊的進攻四重奏。有幾位強大的隊友之後鄧貝萊金球先生今天在場上像個自由人一樣，他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位置。所以主教練德尚如果琢磨出這4位天才巨星的無限輪換，那法國隊就牛逼了，其奢侈程度可以比一比02年的巴西隊的前場4人組。好的，在10人作戰的情況下，法國隊2-1戰勝巴西，這也是他們歷史上第6次戰勝巴西，總成績達到了6勝4平7負。雖然整體戰績仍然是巴西領先，但法國隊已經成為了有史以來擊敗巴西隊次數最多的歐洲國家隊。法蘭西，光在世界杯淘汰賽，巴西就被法國淘汰過3次。老 K 的印象裡，這兩隊的交鋒，巴西只贏友誼賽，大賽裡好像巴西還沒有贏過法蘭西。這是一個奇妙的食物鏈，法國克巴西，德國克法國，意大利克德國，巴西呢又克意大利。好，又到了咱們輕鬆一下的时间。最近西班牙球星奧爾默的女友勞拉施密特和一名帥氣的男模拍了個護膚品廣告，引發了熱議。廣告中看起來女孩子是裸體的躺在浴缸裡，而且一上來就是女孩子穿着內衣在床上，對方男模也穿着內褲在床上。勞拉是來自德國北方的一位女孩，好在廣告中兩人用不着擁抱那麼嚴重。好，另外呢，今天圖片報介紹了拜仁18歲小將卡爾的緋聞女友佐伊凱佩勒。這位是 TikTok 上的網紅，在短視頻平台已經擁有超過50萬的粉絲。他經常會穿一些足球球衣露臍展示身材，曾經穿過曼聯法國隊，還穿過拜仁的死敵多特蒙德的球衣。卡爾跟拜仁的隊友比素夫是好朋友，比素夫的女友呢喬西绍爾又是拜仁傳奇绍爾的女兒。比素夫跟卡爾還有德國國家隊的隊友帕夫洛維奇，他們的共同愛好是玩桌遊 Uno， 對年輕人的世界充滿了陽光、歡樂和美女。好的，感謝大家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明天再見。